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帆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，越多误入星辰。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根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你可能觉得，大不了就赔上你这条性命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会让直墨失去他唯一的亲人？我等了太久了，之前我不知道可以找谁报仇，现在我终于知道我的仇人是谁。我真的不想再等。穆大人，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你可以视死如归，但直墨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你这样做，便是在要直墨的命。在王爷眼里，你跟直墨比报仇要重要的多。之前死很容易的，但是活着，尤其是好好活着，确实不易。你明白吗？父母都不在了，还过什么生辰？要过。若是有朝一日我不在了，你也要过生辰。你去歇一会儿吧，我来照顾他。直到你受伤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人可以流这么多血。可是我才是兄长，该我为你流血才是。好了，王爷，他知道错了，别再跪了。再跪下去，膝盖就要落毛病了。记住这个教训，不要再有下一次。属下知错。你起来吧。直墨的情况也算是稳定下来了，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静养。公主，
说你遇刺了，可有伤到哪里？无碍，此刻没有伤到我。那就好。可是何人如此大胆，敢来行刺公主？我的护卫跟那人交过手，从身手来看，该是皇叔身边的直戒。定王的人？那难道说，定王已经怀疑到公主了？怀疑又怎样？没有证据，他也只是怀疑。我这一生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回头无岸，唯有到黄泉之下，洗清罪孽了。既然皇叔怀疑我了，与其等他们出手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，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皇叔一向疼爱琛儿，琛儿也很敬重皇叔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铜墙铁壁，如果一直这么牢不可摧的话，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阻碍。可是，若想离间这二人之间的关系，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。无妨，细水方能长流。只要找机会，在二人之间种下一颗猜忌的种子，待时机成熟，自然会生根发芽的。这么快就死了，还真是便宜他了。这是朕18生辰的时候，皇祖母亲自去庙里求来的，说是能保佑平安，消灾增寿，让朕好好待着。可是朕很任性，一日也没待过。父皇和皇祖母相继离开，朕才明白，什么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陛下节哀。陛下还有南臣，还有太后，要保重身体才是。公主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太皇太后临终前，最挂念的人便是你。多谢皇叔关心，想必他老人家也念着您呢。父皇驾崩后，皇姑祖便动身启程，想必现在也快到定京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太皇太后都已经离去了。皇姑祖他老人家年事已高，怕是伤心的紧呢。先皇驾崩不久，太皇太后也去了。陛下一向孝顺，心中定然难过。幸好皇姑祖来了。陛下真是长大了。皇姑祖，一会儿我先陪您去祭拜父皇，
和皇祖母吧。好。皇姑祖，看到您就想到了您的诛邪剑。说起来，朕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这把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诛邪剑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也从未见皇姑祖当面展示过的。国之利器，怎可随便示人？是啊，如果诛邪剑现世，那就说明南臣要不太平了。那还是永远不要让他面世吧。公主今日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啊。的确是一记昏招，可惜落子无悔。罢了，这局本宫认输。最近，郑国大长公主回京，听闻大长公主的诛邪剑从不离身。皇姑祖的诛邪剑是太祖皇帝留下的，见诛邪剑如见先祖。就算先帝在世，也要退避3分。如果有诛邪剑在手，皇姑祖一向疼爱我，拿到诛邪剑也不无可能。不过，定王回京，恐怕对我们将要做的事会有所阻碍。那颗猜忌的种子，是时候种下了。帝王殿下要回封地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现在大家都这么说。陛下初登帝位，难道真能留军功累累的定王殿下在身边呢？那帝王殿下真是够倒霉的，这不是谢慕杀那个什么吗？我都快要回封地了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咱们还可以鸿雁传书吗？没心没肺。王爷，飞鹰小队来报，市面上的流言都是贩夫走卒的口口相传，或是寒门子弟的口诛笔伐。这文章言辞犀利，一针见血，确实是写的不赖。这文章十有八九是出自沈惊鸿之手，而且我之前亲眼见过沈惊鸿模仿别人的笔迹。这么一想，那贾谊诏上的内容，8成也是出自他手。王爷，他真的在为柔家公主做事。这一切也都是在意料之中罢了。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享有神女的美名，而沈惊鸿在寒门学子中又颇有威望。哼，他们这配合倒真是默契无间啊！布下沈惊鸿这颗暗器，柔家还真是高明。王爷，他们这是在逼你离开定界。行了，朕都知道了。陛下，臣今日在坊间听到一些关于定王殿下的传言，说定王殿下
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。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。亲王成年后必须离京就藩，吴兆不得回到定京城。定王殿下却长期逗留在京城10年了，从未回到蜀地，恐怕有违祖训吧？孙大人言之有理，先帝仁慈，任由定王殿下长留京中。可如今陛下已登基，定王殿下职高权重，不免有干政之嫌。为了避嫌，便该自请回封地才是。关于定王的传言颇多，朕也有所耳闻。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，这些话，先帝那个时候，你们就一直在说，说了10年，你们不累，朕这耳朵都快起茧了。朕劝你们把你们那些小心思都收收，当朕是瞎子不成？先帝在位时，皇叔便受任于危难之际，身战沙场，屡建奇功。如今朕辅登基，皇叔不顾病体，重返朝堂，鞠躬尽瘁。如此忠臣良将，皇姑母一直长居江左，不知在定京水土可灌否？其他倒还好，只是定京不少贵妇想要登门拜访，他老人家不耐烦应付，所以干脆称病，闭门谢客。那倒也好，如此，本王放心了。柔家还没有恭喜皇叔呢。那也是无奈之举。皇叔这话，倒像是不大情愿。或许是因祸得福吧。柔家，本王记得，在你父亲尚未登基之时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。那时候，他经常带你来我这儿玩。有一次，你不慎摔倒了，你父皇为了哄你，给你推了1下午的秋千。可此后不久，柔家就被送离定京。此后10年，再未见过父皇一面。待柔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多了3个弟弟。当时的情形，你应该是最了解了。皇兄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，他是为了要保护你。父皇的一片苦心，柔家当然明白。
皇兄最疼爱的就是你这个孩子，他临终的遗愿，也就是国泰民安，骨肉和睦。可惜二皇帝一时糊涂，险些伤了父皇的心。幸亏他迷途知返，如今在他的封地做一个闲散的富贵人。陛下一直宽宏大量，父皇在天有灵，也该心怀慎微。如果真的是知错了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柔家倒有些好奇，那皇叔为何不回封地？是柔家失言，还望皇叔恕罪。不是不回，是时机未到。沈大人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第一日进这尚书省的时候，这天气啊，也跟今日一样好。穆大人记性可真好，确实如此。不是我记性好，而是初心，实不敢忘。沈兄也莫要忘记今日所讲的话。穆大人，此言何意？外面纷争不断，你我却还能在此喝酒观星，真是难得。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，不是最好吗？就像那时候我们在小茅屋的那段时间一样。每日睁眼，就可以和草木竹林为伴，干干净净的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叶。你如此怀念以前小茅屋的日子，是不是想放弃仕途了？那段在小茅屋的日子，更让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之重。我不但不会放弃仕途，相反，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，让南陈的百姓，未来的日子都变得清明祥和，安居乐业。王爷所盼的，不也是如此吗？
没想到，在背后为庄文峰撑腰的，居然是孙家。孙家在江南盘踞多年，若是孙家的话，那庄文峰作恶多端，却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，就说得通了。唉，原本还想过上几日舒坦的日子，可偏偏天不遂人愿。这不是天不遂人愿，是人心叵测。天灾是难测的，但是这人祸还是要管一管。要管，而且得大张旗鼓的管。孙儒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是不是如皇叔所言，你就是这次江南赈灾粮贪墨案的幕后主使？陛下，老臣实在是冤枉的很呐！老臣与那庄文峰素不相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信中竟然提到老臣的名字。恐怕是老臣平日里口无遮拦，得罪了谁，才让他跟那些有心之人故意陷害老臣吧。要不是庄文峰已死，老臣愿意与他当面对质。议政王，你纵然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也不能单凭这没头没脑的信，就在这朝堂之上状告朝廷命官吧。孙大人所言甚是，光靠几封信，确实不能把人定罪。而且，陛下，臣也认为，孙大人是被人陷害的。陛下，议政王要告孙大人的人是你，说他被诬陷的人也是你，这朝堂上可不是儿戏，你总得拿出一个合理的说道，否则岂不是欺君之罪？周大人，要诬陷孙大人的是庄文峰，本王只不过是把搜集到的证据呈给陛下。孙家是我南陈的大世家，世代三英，本可以不用努力就得到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他何必去勾结庄文峰这样的小县令，还干下贪污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？陛下，臣以为议政王所言差矣。沈大人，你觉得本王说的哪里不对？现如今，庄文峰已死无对证，与他勾连之人是否是孙大人，都无法从他口中得知。但是臣以为，既然此事牵连到了孙大人，即便他不是背后之人，也必定是本案的突破口。所以臣建议，一定要彻查此案。陛下，既然庄文峰已死，此事也定没有了下文。为朝廷安稳，臣以为不如压下此事，等风波过后慢慢再查。南臣究竟有多少像庄文峰一样的县令？王大人可了解？如若不彻底揪出庄文峰背后之人，那有多少个庄文峰会被沦为他收敛钱财的爪牙？是不是日后每死一个庄文峰，咱就要了结一次？那被压榨的百姓又要从何诉苦呢？还是王大人觉得这世家的声誉比百姓的公道来得更重要？你休要给我安这些罪名，陛下，臣并无此意啊！陛下，臣以为此事的根结，归根到底就在于恩印制。若是废除了恩印制，学子们就可以凭借真才实学进入仕途，人人平等，再不会有人来维护世家的尊严了。
废除恩义一事，事关重大，容后再议。今日就到此吧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穆大人，请留步。沈大人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真是正气凛然，令人佩服。穆大人平日里有不少高见，可今日在朝堂上，怎的一言不发？世家恩义确有其弊端，但它既存在，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。你我皆走的科考之路，深知寒门子弟的不幸，若连你我都不站出来，更会助长世家的风气，令寒门子弟寒心。沈大人所言极是，你我皆为寒门子弟，所以思考问题都会从寒门的角度出发。但陛下是天下的陛下，一边是寒门，一边是世家，你要让他如何抉择？你我皆为陛下的朝臣，自然要为陛下分忧。穆大人此言差矣。寒门。老夫不是说过吗？不要有人打扰我。为父的话，你没听到吗？孙家究竟有没有参与江南案？没有。你用不着这么看我。若为父和这件事情有关系，陛下早就惩治我了。既然没有惩治我，那就说明为父是无罪的。父亲，今日你为何同我解释了这般多？你如果是为这事儿来的，也可以出去了。孙家的事情过去你没管过，现在你更不需要管。父亲，您为何要如此？难道孙家还不够富贵锦绣吗？您为何还要做那些丧尽天良之事？丧尽天良？最没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就是你。你身为我们孙家的嫡长子，可从来没为孙家尽过任何一点的责任。你以为100年世家是这么容易能够守住的吗？那就不要这虚名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给我滚！滚！若这些美景都是靠父亲搜刮民脂民膏所换，那我有何脸面坐在庭院中观赏这些花草气势？他们越是开得烂漫，越是在讽刺我的无能、不作为罢了。像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中，虽不曾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但却同样是罪孽缠身。郎君，这是怎
怎么了？怎的突然愁眉不展起来？可是衙门里发生了什么？你我夫妻本是一体，你若有事，定要与我说。我虽然能力低微，但总能为你分担一二的。谦儿，母亲，怎又和你父亲吵了起来？听母亲一句劝，别再和你父亲憋着劲儿了。你父亲也只是想让你快点成长起来，承担家族的担子。你们爷俩脾气一个比一个倔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说，非要憋在心里。母亲放心，我会多劝劝云谦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去用膳吧。过了时辰不好刻画。好，还是你媳妇儿懂事儿。走。你那日还叫我好好保重身体，现在看来，这是贼喊捉贼。如今我这个当大夫的，可得要好好看着你。这些旧账，你倒还记得清楚。那是自然，我本身也不是大度之人，时不时的都要拿出来亮一亮，也好让你知道我可是有你把柄的人。现在，房契、地契都是你的名字，你捏着这些把柄，是要图什么？自然是要图王爷的人了。不过王爷，今日你在朝堂上这个连环计用的还真不错，单凭那几封没什么用的信，就把周家跟孙家的人搞得团团转，也因此引出了恩印制的弊端。沈兄果然当朝就提出了要废除恩印制，可他的想法实在太过激进了，他想快刀斩乱麻。可是世家哪里是麻绳啊，那是随时会反扑的毒蛇。他的路子自是不行，我们要徐徐图之，于无形中铲除世家这块毒瘤。皇叔从庄文峰下手，向世家挥刀，我们正好可以加以利用，借着这个机会，继续推进恩印制改革，彻底肃清世家蛀虫。可是我看议政王的意思，并不想大刀阔斧的动手。皇叔定是想走循序渐进的路子，一点一点的肃清世家。可是这世家，就好比毒瘤般顽固不化，若是不能尽早剜掉，只怕朝堂上会越发的乌烟瘴气。你这话说的极其在理，世家人当中个个都是人精，哪能任由旁人一刀刀割肉啊？待他们有所察觉，必会反扑。不过我们要的就是让他们斗起来。既然皇叔不想大刀阔斧，那咱们就自己加把火。皇叔位高权重，又深得人心，是我帝王路上的最大障碍。不过他对卓华一向亲眼相待，若能把卓华拉入局，不怕皇叔不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届时他便骑虎难下了。而且这样一来，陛下跟议政王之间也必定会生出嫌隙。毕竟，当皇权跟世家的特权产生矛盾，每一个人都讨不了干系。
商先生这篇文章为什么只有上册而不见下册？不过文章真是字字珠玑，理解通透，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前翻过几